14.1 版本更新第一天，我就靠各路低费阵容上了一波分。结合诸多高手的反馈以及数据网站的呈现，我们发现低费阵容的吃分难度较以往版本骤降，并不是说五杀、卡牌、EZ 等高费运营阵容不行，而是当前环境更利好赌狗。这里我列举了1、2、3费卡里可以玩的阵容合集，其中黄色框里是强度明显高出正常水平的，来牌可以不用那么糊就能考虑，其他的是能玩但强度适中，并没有超模，作为低费阵容池的备选。第一套高豆拉夫一定要格斗加天选，这样才能在4阶段7人口的时候无需俄勒一就能开出6格斗加，延续他的强势期。他的超模程度使得他不需要特别胡牌都可以玩，除了天选之外有个2、3张就可以。这个强度估计不久就会被热补，五杀开到3就可以了。后排输出为首选天使，奥拉夫单顶巨怪，天使打出 AOE， 有条件可以一起追3，不用刻意给他开刀锋，是后期的上限所在。出装方面，胜率最高的是泰坦血手饮血，但我比较推荐有一个免控的手段，最好是从海克斯里来。如果海克斯没有免控，那我会给他做一个水银。装备上的理解有一定的讨论空间，分裂也能出。节奏方面，数量多还是更推荐4人口先追出3星。3阶段4斗士奥拉夫单顶就可以连胜了。强奥符文推荐拿这些，主要围绕加强 C 位以及获取免控手段来建设。真实亚索 14.1 版本的亚索让我找到了当年 PBE 数值的美。亚索天选真实伤害大于刀锋领主，6真实伤害的提升比5刀锋领主大，但经济不够的时候刀锋领主也可以拿。亚索出装推荐2套，饮血夜刃巨杀或者正义无尽夜刃，水银的效果不及夜刃但可以用。理论上讲，杀人剑和亚索叠攻击力的被动有些重叠，但也能出。到4阶段后期开始就要着手养一个副 C 阿卡丽了。6真伤害亚索阿卡丽双 C， 阵容整体的输出能力才算合格。亚索没有奥拉夫超模，所以推荐有意留牌胡牌在玩。海克斯选择着重强化亚索的能力，可以看到便携断炉是很好的选择，因为奥恩神器中有许多优秀的亚索佩戴装备。赌天使2费里的翘楚，强度如同初出茅庐的塞纳。五杀和刀锋天选都可以要，没有转职的情况下，五杀天选的上限会高一些，一般不出第2把羊刀，所以超粉可以一直挂到底。6人口递到一定数量的凯尔之后，就需要来到7人口开出5五杀3刀锋了，节奏有点类似上赛季的赌艾欧寒冰。7人口凯尔追到3星之后，就上8开出完整羁绊。注意凯尔自带破魔效果，所以不用出离子炼刀。副 C 看装备和来牌决定养佛耶哥大于卡尔萨斯大于阿卡丽。海克斯偏向选择吸血生存类的，天使除了自带的超粉羊刀之外，还推荐出纳什加科技枪的组合。此外，鬼书、红大天使、帽子、巨杀都可以做。这张图是刀锋天选时的构筑，五杀天选时优先开出7五杀，有转职时也是优先开高五杀。高裁决这个之前发过攻略，当时残闪的玩家反馈很好，端游强度一般，但是这波裁决加上之后，强度终于回归正统，可以裸玩不刚需双喜临门。阿木木和潘森一般是固定不动的，阿木木是单顶主坦 14.1 的 C 位优先选择维古斯，其次是沙米拉。老鼠在没有双喜的高裁决玩法中是最弱的，受益于高 emo 的加强，在没有刷出裁决时天选时，现在可以考虑拿阿木木的护卫或者 emo 或者维古斯的 emo 天选了。此时挂个波比开出4 emo， 裁决开到4即可，但强度仍不及6裁决。朋克推荐在3阶段开始每波使用，现在的经济比以往版本更加吃惊，而裁决体系又是需要追多个3星，提前透支或将是整个经济崩盘。其他理解较往期裁决3C 的视频并无更新，如需详细攻略可前往查看。如果是双喜临门，那么阿木姆、潘森、维古斯固定不动，后排根据装备从维古斯、老鼠、沙米拉中选1到2个吃双喜即可。海克斯选装备输出类强化，3个 C 位比较理想的出装建议右下角。低费备选阵容对于胡牌的要求就比前几个高了。第一个是 emo 天选的安妮，有转就开6 emo， 右边是极射天选的金克斯，开高护卫的玩法。
阿尔费里能玩的有纳尔、塞纳巴德。塞纳巴德我的体感是有些偏烂分的水平了。纳尔很强，也优化了锁题机制，站棋盘最边角，对位敌方后排 C 位一侧，有机会能直接击杀后排。没有把它放到 OP 序列里，是因为纳尔作为超粉牌以及当下热门的五杀阵容需要的挂件，可能不太好追3，但实力绝对是一流的。赌乡村、瑞文、永恩的玩法大家很熟了，就不再多提及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